今天的直男视角，相比台湾的孩子，新加坡人更加勇于发问。印度人去问了，有印度人去问了。哦，这里有一个华人大叔在问。在这里真的是钱不够用啊，我的阿威！我靠，我一个宵夜吃。千万别轻易说出这个词汇。阿妹，谢谢。OK， 拜拜。我觉得大家出国的时候啊，都要很注意。啊？哦？什么？你说这里现在有吃到饱的服务了？从现在开始啊，无论你是吃多少用多少，在这里不差钱啊，出国一次都买吃到饱，你都可以在 Sally eSIM 找到适合你的方案，省去买卡、找卡、换卡的时间。现在就使用我的专属连结 Sally.com/CINGO， 或在结账的时候呢，输入我的优惠码 CINGLE， 都能享有85折的优惠。以后出国都用 Sally 吧。在亚洲有一个国家，总和了台湾人的噩梦：赌博、色情、高房价。但是呢，在世界人均 GDP 上啊，它排名世界第2。同时呢，它也是最均富的先进国家之一。贫富差距呢只有20倍，台湾呢是66倍，香港呢还是别提了吧。但他的政府啊，只不过看到了20倍这个数字啊，他们就召开了记者会，告诉大家说，如果呢我们的钱呢一直都聚集在少数富人的手里，那我们的国家终将灭亡。我们先不论他们的政府最后怎么做了，但他至少不会告诉你啊，你低薪啊，攻得台湾。所以我讲了那么多，大家应该早就猜到呢我在讲哪一个国家了。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有 Chinatown 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从我这个外国人看起来啊，其实新加坡它就是一个巨大的 Chinatown， 所以它只是在一个超级大的 Chinatown 里面有一个小 Chinatown 的意思嘛。你看，只要是华人的国家，就会有一群阿伯在这边下棋。您讲福建话吗？讲福建话啊？拢福建人哦，我马上搬来福建人诶。你们台湾队？台湾人。哎，台湾人，对，台湾人啊。啊，我有一个问题，敢问你无？那大家做新加坡人好无？好哦。新加坡真不错啊。有机会无？有机会来新加坡会使。有机会来新加坡。你生活水准较高了嘛，袂打人了。你台湾人哦。台湾高雄。高雄啊。你敢会知？我你会知高雄了啦。这厉害！我准备去台湾了，唔知。阿妹，谢谢。OK， 拜拜。我你个叫阿伯叫安尼啦。啊不嘞，叫哥哥。新加坡叫安哥。安哥哦，安哥是什么意思？安哥就是讲啊。安哥嘛，安哥。所以我爱叫人安哥咖喱嘛，因为台湾那叫阿伯啊。所以你看，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呢，他们还是非常有优越感的。发现新加坡是鸡鸡友善城市，他们这里随便路上都会有鸡在走。植物园竟然有野生的鸡耶！靠，这里不能骑脚踏车进去。那边有新加坡外星人，1、2、3。你们是台北南港的那个胡适桥？对。好操！我想说怎么那么熟悉啊？从台北来。对。现在的小学生太爽了吧？我们以前都只能去什么垦丁啊、翡翠湾啊，他们来新加坡毕业旅行呢。Hello， 你是什么机器人？它里面有灭火器哦。好酷哦！大家都只知道那个大鱼尾狮，没有人知道这边有一只小只，对不对？大家不要那么在乎 size 嘛，有时候 size doesn't matter 啊。There's a lot of camera.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Oh, okay. Welcome. Are you guys from local? Yeah, local. Singapore? You're Singaporean? Why you never here? Never. 不是新加坡就那么小啊，他们竟然没有来过这个鱼尾狮，这看来真的是观光客来的啊，他们20年前才来过一次。
在2000年代初期，传统制造业因为巨大的人工价差，大举移往中国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导致新加坡失业率大幅飙升。这时候，新加坡决定发展旅游业的创造就业机会。但当时的时空背景下，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澳门根本神仙打架。于是新加坡政府就在想，这些地方都这么好玩，人们为什么要来新加坡呢？于是，在新加坡啊，万年执政的李家呢，他是决定了一件事情啊，那就是我们来开赌场吧。但其实呢，当时这个新加坡最伟大的那个男人李光耀呢，他是非常的反对开设赌场这个东西的。不但是他反对，人民也反对啊。当时支持开设赌场的人民只有35%，于是反对派的人们当然就说啊，不然来公投啊，人多的赢啊。但是当时呢，他已经交棒给他的儿子啊，也就是李显龙，他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国家与政府官员呢，需要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负责任。于是啊，他断然拒绝了这个国会投票或是全民公投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啊？但是这个新加坡人呢是非常信风水的。这边呢就是赌场的门口，他们说这个池子呢就是吸金池，它是8番主场，那就是把你的钱吸进去，是进不出啊。但新加坡人口中有80%的华人，华人好赌成性的文化特色，在20世纪初显露无遗。当时新加坡有许多人因为赌博而家破人亡的记录，所以这次新加坡对本国人民设立了许多限制。你还没开始赌，光入场就要先付150新元，禁止本国人在赌场贷款。要进赌场前还要先行调阅信用报告。你在赌场赢的钱，所得还要被课15%的税金。哦，对啊，而且呢，像我老公啊，我不喜欢他去赌博嘛，所以呢，我只要跟政府申请说不让他去赌场的话，我们政府是都会受理的哦。所以在赌场开业后，本地居民的病态性赌博率没有升高，反而降低了。甚至这个赌场呢，还常年为这个新加坡呢带来至少2%的 GDP。如果再加上周边的旅游效益啊，整体会超过4%的 GDP。如果是台湾的话，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劳健保就不会破产了呢？你来新加坡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直以为新加坡很严格，但它其实也没有那么严格。新加坡啊，由于知道他们的地啊不是很够用，因为很小嘛，地狭人稠，其实这点跟台湾很像啊。然后所以你看他们的社区1楼，大部分都是这种大家的休息空间，这样子地就变大了嘛。那你看他们在规划上啊，也不是说只有休息空间，他们的这种 food court，新加坡人吃饭的地方呢，也会在这个社区的1楼就出现。台湾的建商呢，很喜欢标榜说，我们这个大楼是新加坡式的哦，结果他这些1楼的空间全部拿来停车，那你根本不是新加坡式。要过马路就直接穿过马路。新加坡即便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先进国家，他们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是东南亚。来新加坡怎么可以没有喝新加坡胡椒汤呢？是不是？新加坡人不要生气。他们还很贴心的帮你把台湾人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虽然是在整面墙的最旁边啦，好不好？他们的肉骨茶据说是要配这个油条。哎呦，不行了，我刚刚是说的肉骨茶，马来西亚人又要生气了。哎，一次得罪了2个民族。他们这沾汤，它的油条很香它是刚好很酥的，它不是那种脆到会刮你的上颚，而且它吸水的速度竟然没有那么快，它不像我们的油条一放下去整个软趴趴，它不会。炖的超级烂。而且不是很辣，它不像我们台湾的这个白胡椒版的肉骨茶，就是新加坡式的肉骨茶都要弄得很辣很辣，它不会，看起来清澈，但汤很浓郁，然后胡椒味其实只是个提味而已，它不是主角。但唯一的缺点就是真的对台湾人的收入来讲，我觉得实在是太贵了。你们知道，其实早在2011年的3月啊，台湾呢提供性服务，也就是买春这件事情呢，它早就已经是合法的了。未来呢是将授权地方政府设立性工作专区哦。但这个性专区在哪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好，没错，我现在就在全亚洲唯一合法的性专区。你没听错，是全亚洲。你现在脑子里面浮现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非法的。但你会说为什么没人？废话，因为现在是白天嘛。Stay on track to move happy。脚踏车就该走脚踏车道，人行走人行道啊，好不好？不要一天到晚在上面跑步啊，对不对？在上面散步啊，这就是人家比你们文明的原因呐！啊？只是足疗按摩，不太可能穿成那样吧？Oh my
药的，偷买药，偷买药。据说18项这一条呢是最多的，这种就是合法的店家，大概就会长这样。未满18岁禁止入内。其实蛮多都是印度人在消费。然后我逛着逛着，竟然听到了很熟悉的乡音。沙迪亚这里按照不同国籍单次消费大约是80到200元新币不等，扣除老板的场地使用费后都是美眉的。你可能会讶异，新加坡收入不是很高吗？这也太便宜了吧！台湾现在短程都要3到5千起跳了呢。其实，在台湾每次交易，美眉或姐姐大多都只能拿到其中的50%，然后还要自己付场地使用费，剩下的50%大多都是保护费，也就是给皮条客跟鸽子先生的。如果没有付保护费的个人工作室，就会有鸽子先生伪装成瓢虫先生，在你服务结束直接上铐带回去，这样不给钱就不算嫖了。而且他们的规范超严格啊！当你取得合法执照开始工作，你最多只有2年的时间可以待在新加坡，时间到你就必须要返回你的原祖国，而且终身不得再申请，也就是说你一辈子只有这一次的机会。政府强制性工作者每周都必须做健康筛检，有染病嫌疑就立刻吊销执照，遣返出境，更不用讲拉客、中介都是违法行为。警察大概也很难去取缔说他们在这边到底在干嘛吧。印度人去问了，有印度人去问了。刚听他们讲的应该是越南文啊，印度人在问。哦，这里有一个华人大叔在问。虽然新加坡的执法能力在亚洲也算是数1数2，但在周边的巷弄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非法营业的踪迹。但我很好奇，如果是非法营业，价格应该要比合法的更低吧？但牙龙一带的合法店家价格也都才80到200，这还有空间可以低得下去吗？有没有老司机啊？在下面留言解解惑吧。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么大量的人坐在路边啊？因为这边呢，它感觉上战斗感比较没有那么重，因为那个还是会有很多女生在路上走啊，只是在这边吃东西或是 shopping。这边呢，同时也变成了新加坡人的美食圣地啊！走了那么多间，就这间最多人，我们就坐这间了。我靠，我一个宵夜吃了1279块，真的是我们太穷了吗？这种价钱坐满满人，来了，田鸡堡。青蛙呱呱呱！因为我据说来给郎这边好像一定要吃田鸡啊，这样子好像没有很好吃啊，因为它的甜酱油甜甜的，但没有很咸，所以它没有很香，它的香气没有很浓郁。所以在后来的第2天，我又进行了第2次尝试。这次米其林没有骗人，以我的口味作为标准，是比第1天好吃蛮多的。上面竟然还有健身房哎！看来你来给郎消耗体力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啊。你觉得新加坡政府早期没有想管制吗？有啊，早期他们也是不懂嘛。当时一刚开始没有管辖的这个能力，所以从一刚开始他强制登记，后来呢就开始禁止女性提供性服务。那接下来呢，他就干脆把整个这里都封起来了。但历史证明了，所有禁止的国家呢，到最后呢，这些都会转往地下，它只是变得更肮脏而已。到底这些台湾吵了几十年都还没有办法执行的政策，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家是怎么办到的呢？比起美国的混乱与自由，还有中国的我说了算相比，新加坡就像一个我们熟悉的亚洲家长一样，他们会伸出慈爱的左手，告诉你说：“来吧，孩子，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但是右手呢，会拿着教鞭，拿着棍棒，告诉你讲说：“但我不一定会遵守你的决定啊，我是你妈啊，你再给我那个脸试试看。”但其实我认为最终极的一点啊，是因为新加坡的贪腐率啊是世界最低的5个国家之一。许多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新加坡官员的年薪是世界最高的，总理年薪高达170万美金，这能确保政府官员在生活优渥的情况下，努力的去服务人民。当你的收入是世界前1%的时候啊，你也不用整天想着要怎么搞钱了，对吧？如果我拍了那么多啊，你们还不知道新加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话，那我自己做了4句整理给你们听啊。它就是可以说实话的上海，更干净有礼貌的香港，更保有优质文化但房子没那么破烂的台北，然后把它们都变得更贵一点。但更重要一点是，如果你想要拥有房子的话，在新加坡啊，远比前3个地方要容易得多。等等，
我想跟你们聊聊。其实我在拍影片的时候，我一直很挣扎要不要把红灯区这件事情拿出来讲。我觉得社会上的大部分反对方啊，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如果反对新专区的设立，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呢？其实无论男女性啊，你们大概都能够了解，在社会上呢，要有性吸引力啊，其实跟你持有的资源有关。外貌啊、金钱啊、知识啊、权力跟社会地位，这个都算是资源嘛。持有较多资源的人，他们求偶很容易啊，你也管不了他们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交易这件事情。就像你不用担心王家的爸爸，他都已经75岁了，最近还跟女大生生了一个 BB， 你更不需要担心力宏他到底敢不敢，陈志到底是不是中招期。但那些因为持有资源较少啊，而造成性吸引度较低的人们，我这边再强调一次哦，这是不分男性或是女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成为那个最压抑的族群。压抑久了呢，就有机会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也就是性犯罪。不受列管的红灯区呢，其实变相的是帮助这些地下社会去剥削性工作者，也会大幅提升性传染病传染的风险。既然它会一直存在，那为什么我们不开始学着列管它，而是视而不见？难道把垃圾扫进床底下，就代表你的房间干净了吗？